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我请成佛做主，还你一个公道。恭喜你又刷到了一部嘎嘎刺激的恐怖片。而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揭露了一个台湾沿海真实存在至今还在举行的恐怖民俗送肉粽。兄弟们，这玩意儿跟咱端午节吃的肉粽那可真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简单来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专门针对上吊而死的人的超度加驱邪的特殊快递。在台湾一些地方的老一辈人看来，上吊自杀的人怨气最重，死后的魂魄他们也叫做煞，会赖在那根绳子上不走，而且特别容易抓交替，就是找下一个倒霉蛋替他。最邪门的是啥？万一你不知情，半路跟着队伍撞了个正脸，那就完犊子了。这时候千万不能跑，按照老规矩，必须硬着头皮加入队伍，跟着走完全程，把他送走。而电影的男主作死偷拍，就相当于强行拆了这个怨气快递，结果把里面的货全放出来了。故事就这么开始了。男主嘉维这小子为了挣彩礼钱，简直是拼了命，居然盯上了送肉粽这个禁忌仪式。要知道，这玩意儿连当地人都躲着走，他倒好，直接想直播全程赚流量，目标直指30万广告费。他也真是要钱不要命的货。更巧的是，这场仪式的法师正好是他兄弟胖子的叔叔，靠着这层关系，俩人顺利拿到了拍摄权限，还特意请了个大胸网红来撑场面，就指望着直播间人气爆棚。可谁能想到，就在出发前，他俩居然忘了带补光灯电池。关键时刻，嘉维只能给女友舒怡打电话，让他赶紧送过来。这边舒怡火急火燎往现场赶，那边仪式已经悄悄开始了。胖子叔叔化着钟馗妆，领着弟子们念咒做法，把上吊新娘的绳子和树杈子装进麻袋封印。一行人吹着喇叭，放着鞭炮往出海口走。路上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连个看热闹的都没有，因为这种习俗所有当地人都认为晦气。就在队伍走到半路，意外发生了。我知用什么铃铛啊？哦，这下不可以啊！给，这样好点。你让我用。装着上吊绳的麻袋突然掉在地上，虽然胖子叔叔赶紧念咒重新装好，但谁都没注意到那根最邪乎的上吊绳已经悄悄滑了出去。这里是个伏笔，可当时俩人满脑子都是流量和钱，压根没把这当回事儿，继续扛着相机拍个不停。等舒怡赶到出海口的时候，刚好撞见法师把封印的麻袋扔进海里。可就在他盯着海面看的瞬间，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名字。就在这时，脑海里闪过一堆高中时的画面。看什么看？舒怡，你来啦！你要不要来帮忙？来啊！另一边，胖子接到了网红的电话，说已经到村口了，但胖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结果路上脚下一滑，摔了个狗吃屎。低头一看，好家伙，居然踩着那根遗漏的上吊绳，这玩意儿可是沾着死人怨气的。胖子吓得魂都飞了，赶紧拔腿就跑，转身就撞见了网红会医。胖子没辙，只能把他安排在叔叔的仓库里，美其名曰海边别墅。网红一看这破地方，当场就不乐意了，张嘴就要多加3000块补偿金，甚至还暗示胖子再加3万就能一起过夜。咱就是说，这网红也真是啥活都接。可胖子兜里比脸还干净，只能尴尬的溜了。临走前还做了个作死的操作，把那根上吊绳捡起来扔进了海里。因为没有仪式加持，这样做无疑是自寻死路。当天晚上，网红闲着没事就开了直播，想赚点打赏。刚开始还跟粉丝撒娇卖萌，可弹幕里突然有人刷你身后有人，屋里不对劲。网红一开始还嘴硬说没人，可架不住粉丝说刷大礼物，就壮着胆子往厕所走。结果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女人的哭声，门缝里还渗出血来。网红吓得转身就跑，可刚到门口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弹了回来，手机直接摔碎。只见一根绳子突然缠上他的脖子，紧接着硬生生把他吊死在风扇上。直播间瞬间被去死吧的评论刷屏。第二天一早，胖子叔叔发现了网红的尸体，赶紧打电话喊来胖子和嘉维。嘉维一看网红死了，不仅不害怕，
反而眼睛一亮，他觉得这是个爆点，居然想趁着热度晚上再去仓库直播探秘，赚一波更大的流量。胖子虽然吓得腿软，但一听说能赚钱，还是咬牙答应了。俩人为了流量，也真是不择手段。当天晚上，俩人偷偷溜进仓库，嘉维一点都不避讳，踩着凳子取下风扇上残留的头发，对着镜头展示，那叫一个变态。就在这时，突然床底传来一阵异响，他伸手一摸，居然摸出一张老照片，上面有3个女生。好巧不巧，里面正是之前上吊的新娘，还有刚死的网红。那剩下那个女生到底是谁？就在这时，正蹲厕所的胖子突然发出惨叫，嘉维赶紧跑过去一看，我的妈呀，天花板上居然在往下滴血，还挂着一绺长发。俩人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胖子慌乱中裤子都没提上，结果刚跑出门口就撞见了巡逻的警察。警察一看这场景，一个拿着相机在女尸现场偷拍，一个裤子脱到一半，当场就秒懂了，压根儿没打算追他俩。与此同时，独自在家的舒怡做起了噩梦，梦里全是高中时的片段。她惊醒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当年的日记，翻开一看，全是关于她和闺蜜李岩的回忆。原来李岩是个性格内向的女生，脸颊上有一块红色胎记，经常被3个女生霸凌。而舒怡是他唯一的朋友。更关键的是，李岩当年暗恋一个男生，还让舒怡帮忙转交表白视频，可这视频最后到底送没送到男生手里呢？嘉维回到家，把照片拿给舒怡看，舒怡一看照片，当场就吓得浑身发抖，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3个女生正是当年霸凌李岩的校霸3人组。上吊的新娘是陈小丽，网红是惠一，剩下那个叫沈千和。舒怡瞬间崩溃了，他们是我同学，你们只想要赚钱。舒怡，难道你不想知道他们？我不想知道。大骂嘉维和胖子没人性，同学接连死亡，他们居然还想着拍视频赚钱。可骂完之后，舒怡自己也出了问题。就在睡觉时，她的脸颊上竟然长出了和李岩一样的红色印记，紧接着开始浑身抽搐，怎么都叫不醒。胖子一看就知道不对劲，这怎么样？这怎么办？叫救护车啊！快啊！我知道，等我一下，我操！胖子一眼就看出舒怡这是中煞了，立刻将她带到叔叔那里。叔叔一套施法后，舒怡这才慢慢清醒过来。叔叔说，舒怡这是被10年前的煞气缠上了，想要化解，必须找到煞气的源头，跟他和解，不然迟早会出大事。而这源头大概率就是当年上吊自杀的李岩。嘉维一听急了，毕竟舒怡是他的未婚妻，彩礼钱都快攒够了，可不能出事儿啊。几人赶紧分头行动，嘉维去打听沈千和的下落，毕竟校霸3人组就剩他活着了。胖子去海边找那根上吊绳，舒怡则带着他和李岩的旧物跑到河边想烧掉，化解怨气。可舒怡刚烧完，就有个女人走到烧照片的位置，拿着树枝扒拉灰烬，居然从里面找出一张没烧干净的李岩的照片。舒怡定睛一看，这女人正是沈千和。沈千和看到照片，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转身就跑。另一边，胖子去找叔叔求福，正好碰到沈千和也来求平安符。胖子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自己体型庞大，藏都藏不住，但还是硬着头皮跟了上去，一路尾随到沈千和家里，赶紧给家维发了定位。原来沈千和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他开了个裁缝店勉强糊口，可性格还是跟当年一样恶劣，对着母亲非打即骂。你要真的是随便，你就要饿死你。当天晚上，沈千和正在缝衣服，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叫声，以为是母亲在喊他，于是就上楼查看。妈，可下一秒，瘫痪的母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沈千和吓得魂飞魄散，随手拿起一根木棍，朝着母亲头上疯狂猛砸，直接把母亲砸得昏死过去。就在这时，嘉维、胖子和舒怡赶到了，看到这一幕，众人都惊呆了。警察和救护车很快赶到，把沈千和的母亲拉去医院，还留下一个女警看着沈千和。可谁能想到，女警就是吃个饭的功夫，李岩的鬼魂就从柜子里钻了出来。一把抓住他，紧接着就拖到屋顶，硬生生吊死了。校霸三人组全部被团灭，这就是女鬼报仇，10年不晚。解决完沈千和，几人赶紧来到高中学校，找到了当年李岩上吊的教室。抬头一看，那根上吊绳居然还挂在房梁上。原来当年处理现场的人太敷衍，没把绳子拿走，这10年积攒的怨气，难怪会这么厉害。胖子叔叔决定当晚就开坛做法，想要彻底化解这股煞气。嘉维和舒怡先回家休息，可刚到家就突然停电了。嘉维去地下室查看电闸，结果在那里发现了舒怡隐藏多年的日记。看完日记，嘉维直接惊呆了。原来当年李岩暗恋的男生居然就是嘉维自己。李岩让舒怡帮忙转交表白视频，可舒怡这时也喜欢上了嘉维，不仅把视频藏了起来，还模仿嘉维的语气写了一封拒绝信给李岩。更过分的是，舒怡还把这封拒绝信偷偷给了校霸三人组。结果校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信的内容念了出来，疯狂嘲讽李岩。李岩本就因为胎记自卑，又遭遇表白被拒，当众羞辱，彻底崩溃了。而让他更绝望的是，毕业舞会上他看到舒怡和嘉维走在一起，亲密无间。万念俱灰的李岩这才回到教室，选择了自杀。嘉维这才明白，原来舒怡才是压垮李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背叛和隐瞒比校园霸凌更加恶毒。就在这时，地下室传来一阵似哭似笑的声音。嘉维顺着声音看去，发现舒怡正蹲在角落里。可他一转头，脸上居然流着血泪，变成了李岩的样子。嘉维吓得魂飞魄散，再定睛一看，舒怡又恢复了原样，正疯狂地用头撞墙。嘉维赶紧把舒怡送到胖子叔叔那里，叔叔也不废话，立刻开坛做法，在地上画了八卦阵，把舒怡放在中间，周围挂满红线符咒，还在他的手腕和眉心点上朱砂。仪式刚一开始，阴风大作，红线摇曳，烛火瞬间熄灭。舒怡体内的李岩终于现身，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我请神佛做主，还你一个公道。流着血泪开始痛哭，怨气之大，直接把玻璃震碎了。就在这时，舒怡瞬间消失，下一秒，他猛地扑向胖子叔叔，死死掐住他的脖子。胖子想上去帮忙，结果直接被李岩的鬼魂甩飞出去，撞在墙上晕了过去。眼看着舒怡就要被上吊绳勒死，叔叔挣扎着喊嘉维：“扶上绳子，快点把他上吊！”对。嘉维看着心爱的女友，又看着怨气冲天的李岩，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上吊绳扔进了火盆里。绳子烧起来的瞬间，李岩的鬼魂也被火焰包裹。李岩的眼泪混着血液往下流，看着舒怡，眼神里充满了不甘和怨恨，最后慢慢消失在火焰中。所有人都以为事情结束了，嘉维带着舒怡准备离开这个伤心地，去别的城市重新生活。在车上，舒怡看着手上的钻戒，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嘉维让她休息一会儿，可舒怡却说：“我已经睡够多了，不睡了。”当车子经过隧道时，车窗玻璃上倒映出的居然是李岩的脸，他嘴角上扬，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兄弟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脊背发凉？原来李岩根本就没走，他成功附在了舒怡的身上。10年前，他的愿望是10年后和心爱的人结婚。现在
他终于借着舒怡的身体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场跨越10年的复仇，到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尾。不得不说，这个结尾还是不错的。这部《粽邪》作为2018年上映的台湾民俗恐怖片，真的把送肉粽这个真实民俗拍得又神秘又恐怖。很多人觉得这是校园霸凌引发的悲剧，但其实真正的凶手是人性的自私和背叛。舒怡为了得到爱情，不惜欺骗闺蜜，毁掉她的希望。这种隐藏在温柔外表下的恶意，比明面上的霸凌更可怕。而再看嘉维和胖子为了钱无视民俗禁忌，疯狂消费死亡，最后差点把自己搭进去，也让人看到了流量时代下有些人被欲望冲昏头脑，连生死都不顾。李岩的怨气之所以10年不散，不仅仅是因为被霸凌，更是因为被最信任的闺蜜背叛，被心爱的人拒绝。这种双重打击才让她变成了厉鬼。总之，防火要记得拔插头，防闺蜜别让她睡你的枕头。好了，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